当他一条狗，他就当你是狗了。我讲简单道理就这样。好，你碰到这些强权，那卡尼的方式，他选择了对抗。好，我为什么要对抗？因为我有筹码。台湾有没有筹码？没有。台湾只靠美国跟日本，日本现在自身难保了。我们上一段都讲了，他们想说这些议员去那边能不能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不要这样对我们，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他卡死了你的稀土，你整个那些先进的工业就很惨了嘛。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场兵推，据说是美国的一个军事网站，它刊出来的一篇针对台海2栖作战的最新研究结果。结果的重点在这个我们看到的标题，有4个县市如果共军来犯的话，登陆全部失败。包括哪4个城市呢？台北、桃园、台中、高雄还有做9个地方的抢滩的情况，这4个大都市我们看到共军在各项推演中都没有办法顺利的站稳滩头，甚至会面临遭到我们国军反制的局面那这一场兵推他说台湾防守有另外一项关键的优势，就是我们西部的道路啊，网路密集啊，还有东西向的道路很多，瓶颈相对有限，因此解放军如果想要靠远程火力来全面阻止台军增援，困难度相当高。那当然我们一方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的确有这样反制的能力，可是忧的是有这么乐观吗？当然给大家来参考。另外我们看到我们有汉光演习，那个时候呢媒体都有报道有外籍的美语老师，而且他会躲镜头记者有拍，他会躲外籍记者也捕捉到这一幕那当然我们会去问嘛那像是一些外籍媒体也会跑去问说，是不是美国人、美国的军人、美军有参与我们台湾的汉光演习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致力奉行一中政策维护台海和平。其实某种程度是没回答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美军在调度他们的船舰把这个航母呢都把它调到中东去，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西太平洋罕见的美国航母空白了。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有被记者在公开的记者会问到说，武统因为有人会担心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包括这个海上真空就是美军的势力真空，有可能有武统相关的一个揣测呢？那这一位发言人张小刚是说，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和平与安定这个是何时采取何种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的势力外来的干预，这是他的回应。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海巡署有说了，中国大陆7月有244艘船过去我们看到天空很多，现在海上更多来扰台在我们这个海域相关的地方创下纪录，天空有，海上也有所以台湾其实它的生存各方面其实被压迫的更加的厉害。那另外我们的邻国日本，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一天比一天还要恶化，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他接见了日本年轻国会议员的一个代表团，他就很直白的讲了，他说现在2国的关系这么差，那是因为症结就在历史还有台湾这2个重大问题这关系着2国政治基础跟基本信义，所以其实他们摆明了他们在乎的是什么这过去我们也讲了非常多。可是在日本的确有一些右派，他们会觉得说国家的安全还是要靠包括核武力、核武器他说应该要允许这位先生，我先讲一下，他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国安顾问，他叫做菅原信克，他就讲应该要让美国的核武军舰停靠日本，目的是吓阻中国他说我们如果不强化核武的力量的话中国大陆有可能会对我们做一些事情所以你看到像这样鹰派或者是极右派在日本的国内的确还是有的
而我们看到日本现在也在做一些军事上跟邻国的一些串联，包括你看到日本计划在2026年透过官方的安全援助计划，它向12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提供国防装备以及物资。上一年是8个国家，那今年他们计划是12个国家扩大了那其中还包括什么？计划跟澳洲合作，帮助斐济建立军事设施，还要考虑呢援助哪一些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还有帛琉所以你看到日本其实在军事上面也是一点一滴在做他们的想做的方向。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专家就说高市早苗他们想不通啦，这个他说高市早苗他认为很愚蠢的打破了战略模糊，过去这个区域就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可是你打破了但是他不敢道歉因为他支持者的右派不允许这样做，川普可以每天胡说八道，可是东亚不会这样做，也应该避免这样做。所以他分析认为高市早苗因为很唐突的做了这件事情，包括惹怒中国大陆，可是他现在也不能道歉，他也不能先示软，因为有这些右派其实不断在后面要支持他往前走。来，请教赖老师。美国的智库常常在做台海之间的兵推各种各样的兵推有的是做的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交战，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胜，有的时候认为美国胜。但是以美国的这个传统比较大的智库来说，不管是 CSIS 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这些大型的智库，他们认为中美交战中，美军获胜的几率都很低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军获胜那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样的参数，例如说解放军的什么样的参数跟美军的参数在这个台海之间来做兵推。另外有一些我们所看到今天这个兵推，也就是说认为解放军要登陆的话那它的可能性成功率很低。我们也不知道他用的参数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设解放军没有掌控制空制海权的情形下要强制这个抢滩要登陆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合理的推断都会认为说应该要先前提是解放军已经取得了台海的制空制海权，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推断，解放军才可能抢滩登陆。因为你如果没有制空制海权，你想18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抢滩那船舶来说它是处于高风险的一个地带，被击沉被击毁然后在抢滩之后的后勤能不能上，后面的支援部队能不能上，那都是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通常如果以美军他们过去的作战经验来看，一定是取得制空制海权以后他才会抢滩登陆。例如说现在美国在伊朗的战争中没有取得制空制海权的情形下，你看美国到今天为止他对于伊朗他不敢抢滩登陆，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为什么他不敢抢滩登陆，就是因为他没有取得制空制海权。那因此他们的假设是不是定在于说大陆获得不了制空制海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陆怎么可能会强行的抢滩登陆来跟你进行这样的一个决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推论因为我们都不晓得他公布的的参数的性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坦白说也无从去验证说他的推理合不合理，他的结论合不合理。但是如果就绿媒的来说的话，或者台独来说的话，他们一定很开心看到这个结果，因为他们一定认为说你看这个大陆抢滩登陆一定失败，所以呢我们一定可以继续推动台独，我们应该勇敢的来直接宣布独立。那因为大陆绝对会输我们一定可以把他们全部歼灭，而且甚至他们还逃不出去，那我们就会大获全胜，所以应该可以推动的。那就我们来看看赖清德会信不信这套报告。如果赖清德信的话，赖清德可能看是不是在今年的选举之后他可能担心2028年的话，他干脆就宣布独立了。我们不晓得他会不会给台湾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担心的就是，如果今天赖清德他们的评估是认为说这个报告可信，所以我们可以在2028年宣布了，那我们可能两岸之间就真的可能爆发冲突。可是如果赖清德他们认为这个报告不可信，我们还是必须要按兵不动，不要去宣布独立，那这个
这个报告不可信，就被赖清德打脸。那我们来看看赖清德跟独派他们要肯定这个报告，还是要否定这个报告？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为啊。另外，我觉得日本一直努力的想要政经分离，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但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的选举来说，不管是日本或者美国的选举，其实背后都有金主，也就是有这些企业的支持。那企业支持自民党，自民党上台，他搞军国主义，那你想怎么可能说给支持军国主义者的企业还能够从中国大陆那边赚钱？一方面从大陆那边赚钱，二方面去推军国主义来去对付中国大陆，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想，在台湾两岸之间都不可能，怎么可能对日本可能呢？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所谓的不管是关西、关东的金联团，他们说要去中国大陆去说服他们说，哎呀，你们就放过高市早苗一马，他鬼，他搞军国主义，我们生意照做。这个我觉得异想天开。那这一群议员访问团，大陆来讲的话，他就直接跟他们讲了嘛，就是你们的问题是在你们内部，不是我们这边的。你们拼命想到中国大陆来，这不对嘛？你应该先去搞好你们跟高市早苗的关系，叫高市早苗把它收回来，这个才是合理的。你看，连美国的智库的学者都觉得说，你高市早苗怎么会蠢呢？我们美国人都搞模糊战略了，你高市早苗怎么敢说我就是支持台独？台独有事就是我日本自民党有事，这个不合理。而且他们觉得很愚蠢，可是他们觉得高市早苗的愚蠢已经让他自己更加的愚蠢，因为他没退路了。因为他一退路的话，自民党的右翼就开始把他推翻了，所以他现在根本没路走。是来请教这个舰长。现在说有关于东亚部分，美国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确是啊。我们来看啊，这也就是这个礼拜所公布的最新的这个美国航空母舰的动态啊。有关于林肯号，他现在去换他现在已经换回来，然后他马上现在应该已经绕过斯里兰卡，然后接下来他会先去到泰国。那现在公布的就是他会先靠泰国，让官兵休闲一下。那这是现在的状况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兵推的资料，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啊。为什么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兵推的资料，它主要是2位。学者做的一位其实曾经担任过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那个的军事分析师啊。不过我怀疑啊，他用的是10年前的一个资讯，因为我们来看这个内容，他兵推的内容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071的这个综合登陆舰，还有072大型登陆舰，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有关于075还有4艘。076还有1艘，他完全都没有提。那他提的这个内容呢，也就是我们如果说看到媒体来做比对的话，我们就讲一般的媒体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有关于路透社，他在去年11月所做出来的一个当然它也是他的一个我们讲到这些资料新闻的部分呢，他做了一个survey，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有关于我们讲到东山岛的部分，东山岛的这个有关于大型的这个军演呢，其实都是用了非常多的滚装货轮。这个滚装货轮是什么？渤海珍珠、渤海宝珠、渤海钻珠，其实都是从渤海这个位置下来的。那而且这是我们以前看到的，但是现在出现新情势，什么新情势呢？也就是直接动员那个福建、广东一带的这种一般的商船。那这种商船呢，其实因为它的下卸非常容易，它的前面就有一个跳板，可以直接下卸。那这是我们看到有关于路透社他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影像的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船其实它的上面都有军用车辆，那这个也就是它可以直接的进行抢滩。那它抢滩之后就可以下卸那这一个上面的军用车辆。大家觉得这只是去年一时一点的这个新闻，还真不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8月，直接这个地点在哪里？这个地点就在东山岛。那我们看到这上面这一艘船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货船一模一样？而且我觉得它为什么很可惜的原因，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美军称为叫做水桥级的一个
战车登陆舰，它可以搭非常长的这一个寨桥直接登陆。那这一个部分呢，最近有没有做演练？还是真的是有？这也是我们看到最近也在东山岛这边进行演练，他们一艘接着一艘。其实这原来它是105公尺级，还有135公尺级、185公尺级，全部连接在一起。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其实就叫做多层双超。大家以为没有这样练过，那这多层双超有非常多层啊。但是我直接拿一个也就是前几天解放军报的那一张照片，为什么会有这个726型的这个气垫登陆艇搭载的直八？其实就是多层双超的一种组合。谢谢舰长。来，接下来请董哥帮我们分析。其实大家看哦，现在讲两岸的兵推哦，它都是一个纸上谈兵啊。因为全世界现在很多战争的情况，它会改变。改变从哪里来？从俄乌战争啊。各位现在在回想，打了4年半的俄乌战争，一开始打是什么？你所有的新闻画面，大家都看到坦克车，俄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现在你看到不是了，你已经看到已经不是这些画面了，战争在改变。你现在看到就是导弹跟无人机，就怎么简单？那台海战争，如果以目前的情况下，一定也是导弹跟无人机。所以你所有讲这东西，完全不存在，可以讲完全不存在，因为他先把你轰个稀巴烂以后，你所有要想应对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不见了嘛。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基本战争的概念，它随时在变。那他想法就是变成怎么样？我只要不要有人员伤亡的战争，我会往这里去，这个方向。无人机的观念就是不要，人不要，没有人嘛，无人嘛。那美国不敢上伊朗的那个是啊，因为我避免我的人员伤亡嘛。我上去，我即使都是海豹部队，我也稳死啊。你怎么在一个伊朗的国家里面，你有多少的战绩都没有用。各位，你把我刚刚讲这话把它想了以后，你就知道战争的形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好，那我们来讲所有现在大家讲日本，都讲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冒进呢？为什么？其实你看，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也改变得非常快。马英九时代两岸是和谐的，蔡英文时代有一些改变。赖清德时代改变得特别厉害因为他采取全面的对抗。你知道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总预算上礼拜五通过是今年的，现在要送来立法院的这个编多少？3兆9千亿。我们本来3兆，就加了9千亿。各位，你这什么概念？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超过1兆了，3兆9千万，那里面不是等于说1/3左右，快1/3了。一个中央政府预算有快1/3是在搞国防，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概念？真的要打仗吗？好，那我来讲你这个改变，它完全是领导人的改变完全是领导人的改变。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情况，大家看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这几天态度很强硬，他去对抗川普。他为什么对抗川普？他认为说，我加拿大就再忍受你2年，反正等你下台以后，我跟新的总统再来谈。那你看日本的情况一样，日本情况他现在告诉怎么要这样干，很多日本人也在等待就等你下台。当然他的下台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日本是首相制嘛。可是大家觉得你太冒进了，他会去对照前任、前任。为什么人家可以不要搞到中日这样剑拔弩张？为什么偏偏你要支持那个台独？对日本来讲划算吗？这就是一个概念了。是，刚刚董哥特别讲到了，美国现在跟加拿大整个杠上了现在是进行式。包括川普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很幼稚，他签了行政命令，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并且还洋洋得意说：“我已经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了，现在有了湾，又有了湖，还差一个洋所以未来可能把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所以多么狂妄的人卡尼就说：“你拜托一下好不好？安大略湖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这个名字早就有了，早于你加拿大联邦的建国跟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发布。你现在随随便便改，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没有错，现在加拿大从官方到民间全面的讨厌美国这个是一个氛围。大家还记得这张图吗？
这是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头鹰哦，这是美国国鸟，大家看到踩了一只加拿大雁哦，在冰上面、湖上面、冰湖上面。这张照片呢是前一阵子白宫发的一张图，在他们的官网上，那个时候都没有任何文字哦。你看白宫官网，那这个今天有人就告诉了大家，其实这是一场真实的生态纪实，的确有摄影师记录到这一幕。地点就是冰封的安大略湖哦，所以在冰封的湖上面，这一只白头鹰它攻击一只加拿大雁，可是加拿大雁反击20分钟，最后白头鹰放弃，它飞走了，这一只雁活下来了，所以这是有故事的。在这个时刻更加的凸显了加拿大人他可能这个不屈不挠要跟美国周旋到底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包括你看到这个是加拿大的企业加拿大鹅他发的一个 Twitter， 他就说我们想飞哪里就飞哪里，加拿大鹅将不再能够飞往美国南部过冬了。感谢您对此事的专注，这个是模仿川普的这个账户啦。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的确，因为这个外交上面的冲突会影响很多老百姓的生计。包括你看到现在加拿大的石油本来都90%输到美国，因为最近嘛，那美国采买它的石油。可是现在因为跟美国的关系不好了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跨山输油管扩建工程，让加拿大的油直达太平洋，卖去亚洲的出海口，卖到中国不再被迫压价。因为过去，因为他们大部分90%的出口原油都卖给美国嘛。那美国会说我要把你的价格砍一砍，加拿大只能认。那现在它可以不用砍价了，还可以把它卖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一次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纽约时报就说中国坐收渔翁之利，他把很多货物不卖给美国，他卖给中国大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所谓的大国的争霸，人才战，争夺人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你看到加拿大现在在挖学者，挖这些人员说是从美国挖走48名的顶尖学者包括一些大学啊、哈佛啊、麻省理工学院这些顶尖的学府的学者，把它挖过去。那这个有人在挖你的墙角，可是川普现在正在做的，可能是把人才给赶出去他大幅的缩减了毕业前实习的资格那很多留学生就说：天哪！我付了这么多学费，可能最后要被扫地出门所以很多政策外界是看不懂。川普是不是要把美国的国力给削减到最后？我觉得川普是把长期以来这个美国人怎么看加拿大人，美国人确实是把加拿大人看成实质上的一个州加拿大在过去在杜鲁多时代确实也扮演像美国的一个州的这样一个角色，包括美国要他把军舰跑到中国大陆这边来，飞机跑到这边来，他就跑过来了。那大家会觉得说，你中国跟加拿大没有地缘政治的矛盾，你今天过来挑衅干什么？那因为美国让他这样做美国让他逮捕孟晚舟，他就逮捕孟晚舟。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做这个事呢？他就是因为他就像美国的一个州一样。但是问题就在于，过去大家还顾及颜面那现在川普是觉得说，这个颜面太辛苦了大家就都是小人嘛。那我就是以小人的面目来见你嘛，那这样的话就大家不要那么累，还要演一个伪君子的样子，像拜登这样演因为共和党就不喜欢这个民主党这种伪君子的样子。他说真小人就是要真的表现出我们就是真小人，所以这个川普就扮演了就真正把小人面目演出来。那加拿大颜面无光了。不过我们坦白说，现在卡尼虽然他很强硬的对待美国，他的声望也很高。可是问题是，随着如果这个贸易战、经济战一直打下去，加拿大人的经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的时候，他的支持度会产生变化。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支持度永远有那么高的因为一旦真的人民的经济受到伤害以后，他的支持度就会往下滑。所以对卡尼来讲，他现在争取时间很重要，怎么样把美国打到美国的川普又踏狗，那这个将来卡尼就真的大获全胜了。所以现在的征战就很激烈了。卡尼他一方面拉中国大陆也就是说把他的石油
大宗物资卖到中国大陆。可是对于卡尼来说，他不愿意从依赖一个美国转变成为依赖另外一个大国，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平衡？所以他马上又要到欧洲去了。9月份他就要到欧洲议会去演讲，他也协调也欧洲的议会，现在冯德莱恩也要陪他，然后冯德莱恩陪他，欧洲议会要跟他让他去演说，他要动员欧洲人跟他站队来对抗美国。这个坦白说能不能成功，这是考验了卡尼的魅力了啊。但是冯德莱恩会不会去对抗美国，我倒觉得比较保留态度，因为冯德莱恩基本上也是非常的亲美，他甚至把欧洲人的利益都让掉了，就是要满足川普的胃口。而现在的欧洲的一些大国，例如说像德国、法国、意大利，他们也在看卡尼目前来讲站起来对抗这个川普的时候，造成他的声望往上走。那会不会欧洲的这些国家也觉得我也应该要学习仿效卡尼，来跟这个川普说 no 说不，来对抗的情况下，他们的民调会不会往上走，有利于他的政党的连任？例如说，法国马上要举行大选了，那现在看起来极右翼的可能性已经在升高了，极左的可能性也在升高，它的中间的党派已经越来越衰弱，所以会不会法国也站出来了？德国现在的选项党就是极右翼的选项党，只差一票只差一步，他就可以获得最大多数的一个成为一个最大多数的政党，所以对德国人来讲，他们也很焦虑。可是莫尔茨现在的民调支持度这么的低，所以看看欧洲人会不会站起来，然后给冯德莱恩施加压力，说你不能够再这样子一直跪舔美国了，你这样再跪舔的话，你把我们整个欧洲人的利益颜面都丧失了，你应该像卡尼一样。可是我倒觉得冯德莱恩也可能在玩两面手法，就是说我一方面在拉卡尼，一方面在给这个川普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对我欧洲好一点的话，你可能会失掉我欧洲。然后你看我现在在拥抱加拿大，可是问题就是以川普的疯疯癫癫的来说的话，那或许他可能更凶的时候，冯德莱恩就蹦一下又跪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的事情。不管如何，现在看到卡尼现在跟川普的斗争是斗得很激烈，但是我们也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卡尼到目前为止他都做正确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是精准的打击川普。为什么？因为他抓准美国的中期选举现在正在展开，所以他是精准的打这个红色州。如果打得有效果的话，那或许这个川普他愿意再往后让一点，因为卡尼并没有赶尽杀绝。为什么？卡尼给川普还有8天的时间，也就是到9月的时候，他的关税才会生效。这代表什么？他还愿意跟美国谈判。是，来，我们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加拿大的做法，给全世界很多人省思尤其我们中华民国，那怎么讲呢？大家记得川普第一任任期刚刚赖老师有讲，第一任任期要求加拿大把孟晚舟抓起来。孟晚舟有任何罪吗？有被全世界任何法院通缉以后的那个吗？通通没有，他只是过境川普要打华为，就把华为的小公主叫加拿大把她抓起来那大家也知道，限制出海出境，还带着电子脚镣，然后把它搞了快3年了。你当美国的一条狗，美国有对你比较好吗？没有，美国照样课加拿大50%的关税所以卡尼反弹，它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这个原因那我讲你当美国一条狗，台湾就是这样赖清德总统当了2年半，能够过境美国本土吗？没有。你如果当他一条狗，他就当你是狗了。我讲简单道理就这样。你碰到这些强权，那卡尼的方式，他选择了对抗。我为什么要对抗？因为我有筹码。台湾有没有筹码？没有。台湾只靠美国跟日本，日本现在自身难保了。我们上一段都讲了，他们想说这些议员去那边能不能经济归政治，经济政治归政治，不要这样对付我们。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他卡死了你的稀土，你整个那些先进的工业就很惨了嘛。这个都是一个普通常识那大家看到卡尼为什么做这种反弹？他其实里面有一个尊严的问题在里面。卡尼他是一个金融学者他等于说过去在这个行业做非常久
什么央行啦，什么他都干过。可是大家看他在讲什么呢？他本来谈判是谈得好好的，你知道吗？美国是不讲情面，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谈3次，然后美国对外讲，哎呀，谈得太好了，第4次我们会在维也纳开，然后讲完以后，美国就去偷偷去打人家，用那种不光明下流的手段，把他最高领袖哈米尼把他轰死，还有48个最高级的将领全部打死。美国他不讲那一套的，他的手法是很龌龊、很卑劣、很下流的。他跟卡尼在谈判，你知道他谈什么吗？外面琢磨不太多哦。我们知道加拿大有一个地方，他一直想要独立，就是魁北克，讲法文啊。那加拿大认为说，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它不一样的文化，我们应该是大融合嘛。你看香港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人移民加拿大？我很多朋友也移民加拿大，他觉得这地方很开阔啊，有北国的风味。当然，那是一个它的特色。美国在谈到快成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能补贴魁北克这些话语区。他是比较少数，补贴不是很应该吗？对，我们补贴原住民不是很应该？你不能补贴话语区的文化，还有他的媒体。他的媒体当然希望都宣传他的文化嘛，就好像我们原住民电视台的预算水赶山，对，原民电台啊，水赶山，客家电视台水赶山，对。那美国要求你们政府不能补贴他哦，还有跟法国的那些产品，还有那些你们有些产品要求用双语标签，有英文也有，这很合适啊。我代表这是我们这里的2大族群嘛。是，各位朋友，你看，你做捷运，他讲完国语就讲完台语，对不对？现在有客家话，大家讲，这是一个融合社会啊。在台湾是这样，美国怎么去干涉别人这样？而且还别的国家，别的国家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嘛。对，所以卡尼选择，他一听到美国突然又提出这个，已经快谈成了。撤，我们的代表撤不谈了，也算是蛮有 guts 的。对，各位可以，这就是尊严嘛。尊严，对。我们为什么全世界给卡尼的评价会觉得，他真是一条好汉，对不对？川普这么恶劣、这么下流的卑劣动作，你敢对抗？那台湾其实应该醒思一点，为什么赖清德当了以后，你每天在对抗到美国你去不了，中国大陆那边也没人理你。是没错，的确，我觉得董哥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至少要有一点尊严吧，连尊严都没有了，谈什么？来，舰长。我们看到啊，这个川普把这个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啊。那其实安大略湖是我们讲到说当地的原住民语啊，温达特族，它这一个词汇的意涵是什么？也就是美丽而伟大的湖泊。那现在川普开始上升了，川普说什么？他竟然在这个他的一个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做个壁板，我连手板都不愿意做啊。那他上面写的叫做什么？叫做让五大湖变得更伟大，让美国变伟大就算了，你现在要让五大湖变得更伟大。然后呢？那其实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它也只能够在国内开心而已，也就是影响到这一个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那地质调查局美国的，美国陆军工兵团美国的，其他国家会改吗？不会改嘛。那所以其实搞这个根本没用，这个其实就跟菲律宾一样，菲律宾把南中国海改成什么？西菲律宾海。当然是一部分啊，那你为什么这样改？因为其实你就是打不赢，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拿卡尼怎么样？就像菲律宾拿那个中国大陆那个的9段线，其实是不可动摇的啊，他就只好这样子改，自己开心而已。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呢，他不如要求加拿大所有输往美国的货品都写美国刮胡加拿大，后面写第51州，这样子是不是更狠呢？对不对？那不然你就不要进口。那川普还跟着继续讲啊，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湾，也就是墨西哥湾，他改成美国湾。然后他说我们有一个湖，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他说现在只缺一个洋了。大家看一下，原来他讲的是太平洋，真的吗？大家愿意把太平洋改成美国洋吗？那这根本就是脑袋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这样子讲啊，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哈佛商学院的 Michael Porter 教授。他曾经提出一个武力分析啊，那武力分析里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也就是潜在竞争者的威胁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个
加拿大开始要铺这一个跨山的一个输油管，它铺了输油管之后，直接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啊，这一个原来就有从这个温哥华输往亚洲的这一个原油的部分了。那等到它的这油管打通之后啊，量会变得更多。那你美国未来要做什么生意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都是油源的部分，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卡尼打的主意啊，绝对比你川普的嘴炮啊来的稳当实在的多。的的确确，因为美国现在已经落入这样的境地，所以俄罗斯普京他蠢蠢欲动了吗？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来源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说是啊，有情报显示，普京认为美国因为伊朗战争元气大伤，所以呢会对欧洲采取更激进行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欧洲危险了吗？可能不是没有所本哦，因为前几天 CIA 的局长雷克里夫秘密的跑去俄罗斯，外界就在议论纷纷，到底去那边干什么呢？川普的回应他刻意淡化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这件事情，他挂保证说：“哎呀，你们放心啦，川普绝对不会打北约。”可是你挂保证有用吗？你自己不断的在摧毁美国的信用，包括你看到日经这个日经亚洲的这一篇报道就说了。这个美国攻击伊朗半年美国的主导权正在自我瓦解，因为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也许我们的后代子孙会把这6个月，也就是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视为2战结束之后美国治下的和平走向终结的时期。哇，有可能这个世界从此就不和平了吗？因为他认为支撑美国主导权体系的盟友还有资金正纷纷的选择背离美国。你看看欧洲这些国家，你看看加拿大这个大家都纷纷的背离，看起来有一点在崩解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势头。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打伊朗这件事情，真的让美国元气大伤。现在传出来的报道是，《卫报》他取得了一份五角大厦的海军资金备忘录，警告，因为国防部挪用薪资账户的资金作为作战行动的支应，所以这些账户出现了资金短缺，你挖东墙补西墙所以退役海军军官厄尔曼他就说，普满已经破了，资金吃紧岸上设施的非紧急维修工作已经被迫延后，所以这个蛮可怕的。另外，我们看到海上的官兵压力很大，林肯号的事件已经发出很严重的警讯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研究会说，罗斯福号的航舰打击群预计未来几个礼拜之内会从美国西岸的圣地亚哥出发执行一次超过7个月的部署任务因为林肯号的状况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海军嘛，一系列的，这是美国海军上将 Cooper 他说扫雷扫完了，他讲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他说我们已经扫完了这些水雷啦荷姆兹海峡可以正式开放。可是我们该相信他吗？因为过去其实美国也做过类似，尤其是川普总统他讲过类似的话那伊朗在这个时间点他也不断的说，我们的和平条件之一就是什么？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跟叙利亚撤军那我们看到像现在呢，解放军另外也在韬光养晦说是现在中国的运酒运输机已经被哈萨克给引进了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中国闪飞研发的出口版本，他们特别做了一个出口版本，所以机尾巴有涂一个31在机尾的地方有涂31。那这个至少有1架飞机涂有哈萨克空军的标志。那这个是继纳米比亚之后呢，第2个国家进口中国的运酒出口型的飞机的外国客户。另外，我们请观众朋友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央视释出的相关画面显示这是鹰击18改良版逆踪反舰飞弹试射。
只看到画面上有一枚黑色涂层的新型反舰巡弋飞弹从军舰以垂直的发射方式来升空。专家就讲了，这枚飞弹是鹰击18A 的改良型，黑色的涂层是什么意思呢？它具有强大的雷达波吸收能力。好，我们先请教老师赖老师。目前来讲啊，美国的2位情报头子啊，先后的到俄罗斯访问，很不寻常，所以外界很多揣测。第一个就是 FBI 的局长去了俄罗斯，也跟普丁见了面，所以当时大家都在问说，为什么 FBI 管内政的、管内部安全的、管反恐的、反情报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长怎么会跑去俄罗斯？所以很多人在推测说，会不会跟传出来特朗普家人会被暗杀的这个消息有关？因为他是负责国内安全的。结果现在是 CIA 的局长又到了俄罗斯去了，这次没有见到普丁，但是跟俄罗斯的情报的这个头子也有见面啊，所以2位头子都见面了，大家又在揣测了，就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川普就出来说了，哎呀，他们谈的是俄乌的问题了啊，没有谈其他的。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官方消息是说，他们除了交换俄乌的战争以外，还有谈其他的。那其他会不会是谈海外的这个传出来的所谓的伊朗说要去杀这个普丁的小儿子的这个新闻？那伊朗已经说这是假新闻，这是以色列制造的假新闻等等的。但是大家都在想，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这个连接在一起了以后，都跟俄罗斯有关？那是不是你们美国川普怕他家人怎么样？在他卸任以后，如果这个复仇令、追杀令是永远存在的话，那会不会是不是他想透过俄罗斯去当说客，跟伊朗来做交易或者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都是一种揣测。但是目前来讲，如果一谈到俄乌战争的话，大家就会开始去推敲。目前来讲，在情报界传得最盛的一个新闻，情报界传得最盛的一个新闻是什么？说俄国很有可能选择北约的一个小国去打了以后，就是要让整个北约的国家他们的焦点注意力转到这个小国上面。那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可能就会分散，或者是乌克兰的问题就会下降了，他们就会开始考虑北约要不要启动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那问题就在于，如果小国俄国没有发动地面部队，只是用导弹去打，例如说打立陶宛或是打爱沙尼亚，那么打了一下以后，那你北约要怎么去对付俄罗斯？会不会造成整个欧盟大乱？会不会造成北约大乱？会不会造成整个欧洲的股市经济都崩盘？那这样的话，使欧洲支援乌克兰的战争力道会不会减弱？会不会他们更无心去支持乌克兰？美国不支持乌克兰，欧盟就不支持乌克兰，那乌克兰就再也没有外援了。没有外援的乌克兰，那就对俄国来讲就很好打了。所以很多人就在推测说，普丁会不会下这一手？就是我要打你乌克兰，但是我先打你旁边，打你旁边以后，把你的欧洲跟美国的力量焦点都转移到这边来了以后，我就可以放手去好好打乌克兰，因为你要去顾及你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想，整个欧洲的局势很有可能会更乱，这个世界会更乱。好，美国的 CIA 局长跑去了俄罗斯，到底谈什么呢？请教舰长。谈什么？那他们双方都不会说。可是我们可以从第三方的反应来看看，到底他们在谈什么？第三方是哪一方？乌克兰。我们看一看前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一个独立纪念日的时候，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他实际上有发一个函，那给这一个泽伦斯基，那他也就是说呢，中乌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看到泽伦斯基在下面也回了一个，也就是说独立对于乌克兰人来讲是一项无条件的一个价值。那意思是什么？那以前难道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吗？我相信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一个是一个例行性的事情。那对于泽伦斯基，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看过类似的发文呢？是准备要战争结束了，对于中国大陆这一个基础建设的能力开始起心动念了吗？
那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林肯号，你现在如果你要去从事7个月的任务，那我建议一下，你要把什么牙膏、沐浴巾、纸尿布都买齐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在林肯号就出现这个问题，牙膏、沐浴巾没有，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福特号也是这样，排队要去买这些。或者是排队上厕所要半小时，那可能你来不及，所以穿就是纸尿裤也通通准备好啊。那这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美军现在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一个兵力抽调，其实已经产生了那个危机了。那另外我们来看啊，有关于这个美国海军上将库珀他说啊，有关于这个霍姆兹海峡的水雷都清除完毕了。按照美国这一个喜欢做这一个认知作战或者是舆论战的一个调性啊，它一定会有照片的。你有看到照片吗？你没有，我也没有。意思是什么？原来就没有水雷嘛？啊，那对啊，因为根本就没有水雷。但至于我们看到鹰击18哦，鹰击18呢？那有很多的媒体啊，反正就是想要炒一下新闻，就说，这是不是新的飞弹啊？7个颜色就不一样了吗？那小舰长下次穿一个那个polo 衫就不是小舰长了吗？当然不是嘛，以前我们看到的是白色的，现在是黑色的，其实它这是一种逆中图层。是，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其实大家看哦，现在全世界的变化，当然最主要是川普。川普上任以来，他当然贸易大战之外，他对外讲他任内绝不发动战争，伊朗这场战争就是他发动，他去偷袭人家嘛，那打了以后，现在尾大不掉那已经让大家看破手脚了。原来美国打伊朗都打不赢，而且打了半年了，那开始你所有的涉利内人讲美国多厉害多强，其实通通是假的嘛。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了，所以美国现在慌张了，因为俄国也在虎视眈眈，俄国也被大家看破手脚。全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打战争都是尾大不掉但是大家也总估计说，万一俄国最后他有全世界最多的核子弹，他万一最后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拿出来用，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情报头子等于说 FBI 还有中情局 CIA 为什么要赶进？各位朋友，你要知道普丁的背景那时候整个苏联解体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戈巴契夫那时候就说好，我把苏联解散了。为什么？因为叶尔钦这15个联邦的国家，叶尔钦出来对抗嘛。叶尔钦是俄国的总统，我来对抗，然后对抗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那个戈巴契夫觉得说，这也是一个民主潮流，所以宣布了苏联解体，这是一个背景叶尔钦就一直做，做到什么？做到1999年12月31号，我不做了，我不跨过下一个世纪，我交给我的总理，他的总理就是普丁啊，普丁KGB 出身的，